社工师安德鲁。前一阵子有一则新闻，有关于深港乡遭无照驾驶休旅车撞上的诚信国小3姐弟。轻伤的弟弟已经出院返家休养，2个姐妹仍在医院里面与死神拔河。22日晚上被休旅车撞到昏迷，送医抢救。彰化县消防局当日晚上6点22分获报，3姐弟当中，其中有2个人被撞喷飞约10公尺，9岁的姐妹倒卧在马路，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直到25日清晨，已经将近3天。9岁的姐姐昏迷指数3，妹妹昏迷指数也是3，血压相当低，已经用了升压药控制。消防人员针对姐妹实施心肺复苏术急救的处置，经医院插管抢救后，2姐妹已经恢复生命迹象，就是有呼吸和心跳。直到25日清晨，在秀传的姐姐昏迷指数仍然维持在3，脑部的昏迷指数仍属于是最深度的昏迷。这3到5天是一个关键期。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案例中头部外伤病人的3个重要观念。CPR 的重要性，脑伤常见的表现，与昏迷指数的判读。当消防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失去呼吸心跳，立即给予心肺复苏术急救的处置。因为当时心跳停止，脑细胞只要缺氧4到5分钟就会开始坏死，即使急救后恢复心跳血压，但是如果脑部缺氧时间过长，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将导致各种程度的失能。如果语言障碍及肢体障碍活动受影响，甚至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长期卧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病人失去呼吸心跳，紧急做 CPR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确保脑部有完整的供氧。即便到了医院，手术或治疗成功，若是欧卡时间太久，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本案的姐姐脑部受损是最严重的，脑部的外伤多半和车祸有相关性。常见的表现有：1. 硬脑膜下腔出血； 2. 硬脑膜上血肿；第3，颅内出血；第4，弥漫性神经轴损伤。这4个当中，特别是以第4个弥漫性神经轴损伤最为危险，因为前面3个在电脑断层检查中容易判读出来，然而第4个电脑断层即便使用了核磁共振 MRI 也相当的困难，诊断困难，预后也不佳。在治疗方面，由于神经损伤，目前尚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多半仅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并且监控颅内压，避免颅内压异常升高，造成大脑第2次损伤。这也是为什么秀传医院救治的姐姐脑伤非常严重，昏迷指数3，仍有生命的危险，手术机会不高。目前在小儿加护病房支持性的疗法的原因，在预后方面，有 90% 严重型的弥漫性神经轴损伤的病人最终会
维持植物人的状态，仅有 10% 的人可能会恢复意识。不过即便恢复意识，在神经学功能上也无法回到神经损伤前那样子的状况。另外，在上面有一直提到昏迷指数3，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昏迷指数是一种在临床上常用来评估昏迷病人的测量工具，格拉斯哥昏迷指数，简称 GCS。 这个是在1974年安德鲁社公司出生的那一年，由2位神经外科医师正式发表。由于方法简单，一致性高，对于现况之描述也足以量化，和预后结果之预测颇有准确性，很快的在国际上普遍的采用，成为一个对于头部创伤通用的一个评估系统，主要是在测量睁眼反应、语言反应及运动反应3项神经学的评估，总分最低是3分，最高是15分。以病人第一次测量指数为基准，接续之评分可分为神经状况的变化及预后的参考。评估方式：第一，睁眼反应，英文的1是1到4分，有人靠近不需要叫唤，自己眼睛会张开眼睛，4分，需要叫名字安社工安社工，眼睛才会张开，3分，需要给予痛觉的刺激，张开眼睛2分，对于刺激及痛觉完全没有反应1分，眼睛肿胀无法睁开，代号 C。 第二，语言反应，英文代号 V， 胜利 V， 1到5分，人时地物均能清楚回答5分，可以答人时地不清楚，对话混淆不清4分，只能说一些不适当的单字词3分，只能发出无法辨识的声音2分，无任何反应1分。如果病人插了气管、内管或者气切无法正常发声，英文代号 T。 失语症，英文代号 A。 第三，运动反应，英文 M， 麦当劳的 M， 1到6分，可以依指令做正确动作6分，能除去痛觉刺激源5分，对于痛的刺激肢体呈退缩反应4分，对于痛刺激肢体呈屈曲反应3分，对于痛的刺激肢体呈伸展反应2分，疼痛刺激下无任何反应1分，昏迷程度以英文的 E， 胜利的 V， 麦当劳的 N， 三者的分数加总来进行评估。满分15分，最低3分。一般头部外伤的病人也是以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做判定受伤的严重程度，依创伤的严重程度分类，将 GCS 分为3个等级。第一，轻度的头部外伤 GCS 在13到15分之间，总分15分是正常。如果总分在12分或12分以上，表示病人需要密切的观察，影响可能有：一，可能有头痛及认知上的缺失，特别是记忆上；第二，可能有无法忍受之头痛；第二，中度的头部外伤 GCS 在9到12分之间。
总分在8分以上，预后及复原状况佳。影响的可能有：一、有些会死亡，大多抱怨头痛、记忆困难、处理日常生活活动有问题。第二，超过一半的病人在受伤后3个月内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第三，重度的头部外伤 GCS 在3到8分之间，总分8分，表示有脑部的病变或损伤。总分在7分或7分以下，病患呈现昏迷现象。总分介于3到4分，认知方面回复预后较差，且有较高的死亡率。总分3分，表示深度昏迷，脑细胞已经死亡，死亡率及未来恢复很差。如果活下来，影响的可能性有：一、创伤后症候群及不可逆的脑损伤造成的认知、记忆、运动、感觉的缺失。第二，大多数需要长期照护或社区的支持协助。这3个知识是医务社工师基本的认知。如果你是一般的朋友，至少要知道 CPR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在加护病房的会客，听到昏迷指数，就应该知道病人处于的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